在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半岛，这片三面临海的土地受暖流影响，频繁发生飓风和暴雨，成为全球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唯有坚强的人才能在此立足。墨西哥的女猎手玛利亚以其卓越的狩猎技能和陷阱制作技艺而著称。由于家庭经济拮据，她决心参加生存挑战，争取奖金以支持女儿的学费。与此同时，来自英国的生物学家布鲁斯也投身挑战，将其野外探险技能运用于求生。他还认为，在挑战中能够进行研究，并迎来美女队友的陪伴。对于这位大龄单身男性而言，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。两位参赛者在森林深处相遇，玛利亚对布鲁斯的强大实力感到惊讶，而布鲁斯则对玛利亚的技能表示认可。双方仿佛是棋逢对手。面对生存挑战，节目组提供的仅有饭盆和菜刀。根据地图，他们发现现在位于左侧的小河，但右侧的河流才是动物的生存区域。为了捕猎，他们必须迅速迁徙。然而，这条路经常有危险，充满了辣椒和毒蜘蛛，每一步都需要极其小心。穿越充满泥泞的雨林，两人经过2个小时的艰难行走，终于抵达目的地。接下来，他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场地。在一片空地上，布鲁斯利用木桩和棕榈叶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庇护所。生活相对顺利，两人一边忙碌一边闲聊。布鲁斯的风趣让玛利亚心生好感。然而，傍晚时分，一场大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。附近的小河迅速涨水，使得营地面临淹没的风险。第二天早晨，布鲁斯检查情况时发现，雨水已经蔓延到家门口，周围几乎成了池塘。面临无奈，两人只能带着简陋的生活用具匆忙撤离，必须在山顶重新建造庇护所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玛利亚展现了她作为猎手的本领，通过在雨中摸鱼，成功的捕捉到了几条小鱼。尽管数量有限，他们仍决定生火炖汤。即便身处困境，布鲁斯仍不忘调侃，用幽默的言辞逗得玛利亚脸红心跳。然而，大雨却再次降临，使得他们的计划再次受挫。在这个饥饿困扰的环境中，他们必须面对新的挑战。第4天降临，营地周围不幸再度转变为一片沼泽，令人倍感倒霉。更糟糕的是，庇护所也开始渗水。面对空腹之苦，他们不仅得随时面对感冒和低温的折磨，而且布鲁斯紧急外出，决心用棕榈叶修复庇护所，不能让他心爱的住处被冻坏。由于与外界失去联系，两人还不了解形势的严重性。佛罗里达正在遭受超级飓风袭击，灾区面积扩大至17万平方公里，整个沿海区域都在风暴中摧毁。节目组紧张地监视天气预报，强烈风暴逼近，两位选手生命垂危，他们仍为水灾而担忧，看着新建的庇护所即将淹没，不愿再寻找建房地点，只能在周围挖排水沟。然而，水位已经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，只能躲在庇护所里听天由命。面对这场灾难级别的狂风暴雨，甚至连出门打猎的机会都没有，生命安全成了巨大问题。飓风逐渐逼近，森林里的大树被风吹折，若是了解灾情的严重性，或许他们早就迫不及待地寻找安全出口。终于，节目组意识到两位选手面临生命危险，紧急出发进行救援。两人毫不知情地被拽上车，直到上车后才明白局势的严重性，能够活到现在已是幸运。节目组安顿他们在旅馆内，这可能是荒野求生历史上第一对在旅馆求生的选手，也算是大难过后的幸运。飓风辗转了1天1夜后，整个佛罗里达一片混乱，沿海设施都被暴风摧毁。如今他们可以继续挑战。两人重返森林，面对眼前的破败景象，玛利亚心情沉重，担心是否需要重新建房。不管怎样，他们决定先返回庇护所了解情况。飓风让森林动物变得异常敏感，两人必须时刻警惕，尤其是不能惹怒黑熊。回到营地，庇护所居然完好无损，或许是老天爷眷顾，给予玛利亚一线希望。仔细检查周围，庇护所周围积水并不严重。布鲁斯心情大好，下一步是解决食物问题，期待比赛能尽快恢复正常。夜幕降临，两人准备休息时，营地四周突然响起黑熊的吼声。躺在营地的布鲁斯越想越气，他们怎么就这么倒？拎着菜刀准备出去单挑黑熊。黑熊被布鲁斯的气势吓住，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再骚扰他们。布鲁斯在营地附近发现了黑熊的脚印，发誓一定要面对面的比划比划。眼下最紧要的是填饱肚子。第7天到了，他们还没有吃过一顿饭。两人用棕榈叶和树枝编织了一个鱼篓，期望能够解决饥饿问题。他们将鱼篓布置在河道中央。第2天，布鲁斯前往河边检查陷阱，却意外地遭遇了蚂蟥袭击。布鲁斯懊恼不已，自己的法宝竟然报废。玛利亚看着布鲁斯的窘境笑出声，真是个倒霉的家伙。两人苦苦支撑到第10天，布鲁斯再次前往河中检查陷阱。然而这几天的辛勤努力都无功而返，一条鱼都看不见。若继续这样下去，他们将因健康问题
被迫退出。长时间未进食不仅导致营养不良，还可能影响肝脏正常代谢，甚至造成永久损伤。为了解决饥饿问题，布鲁斯不得不另寻办法。他发现树上有松鼠在蹦跶，灵机一动，设置了捕鼠陷阱。而玛利亚依然坚持捕鱼，默念着祈祷，期待奇迹出现。两位选手的意志力异常坚强，经历了18天，一顿饭都未尝，玛利亚感到饥饿难耐。布鲁斯冒着被蚂蟥袭击的风险，坚持检查鱼篓。本以为自己的奋斗会感动上天，却再次被现实打击。不甘心的布鲁斯决定试图抓松鼠，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一只大辣条。在饥饿的冲动下，他毫不顾忌危险，拔出菜刀成功捕捉。对于18天未进食的两人来说，这是救命的稻草。食物炖熟后，两人欣然享用，连骨头渣子也啃得干干净净。凭借超人般的意志力，他们坚持到了21天，终于能够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由于飓风原因，森林中到处积水，不通的地方只能游泳穿越。虽然一路困难重重，但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撤离。祝贺他们挑战成功！